那在开始之前呢，先让大家知道哈，因为这个本除了主线的剧情以外啊，几乎你们所有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人任务。如果你们有什么秘密的行动，觉得需要让我知道的话，或是想要过检定，但不能给大家知道，那你们可以撕一张纸条写在上面，递给我。OK， 好。现在的时间是6月20号早上的10点钟，6月20号是礼拜六。那你们各自因为不同的理由聚集在这个警察局里面参加通报大会。这个通报大会就是警长以及富豪卢卡斯要向各位说明要如何去拯救他的女儿的一个计划，还有说明现况。那除了你们以外，现场还有其他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大多是正史上面的人，也有些是城镇外面因为赏金慕名而来的人，闹哄哄一片。那这时詹金斯警长就走到前台，向众人开始说明了。就如各位已经听到的风声了，我们都认识的那个臭名昭彰的小混混哈里斯跟他的混蛋唐宇，他们总共3个人绑架了我们镇上卢卡斯失状先生的女儿简。哈里斯那个混蛋啊，他还要求1万美元的赎金来赎回，并且定在昨晚在我们城外的森林边缘交人。然后昨天我们在森林边缘要进行交换人质，事情原本进展得很顺利。然而哈里斯那伙人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焦躁不安，跟我们发生了枪战。那哈里斯跟他的同伙们抢了赎金以后就逃了，他们现在逃进了我们镇子东北角的森林里面。我们初步推断，他们昨天没有把简带在身边，应该是还藏在森林里面。当警长说完以后，卢卡斯他也出席了通报会，他清了清喉咙补充道：如果能够帮我找到我的女儿，不管你是男是女，是白人还是黑人，我都不在意。那我会提供赏金5000美金，除此之外，我也会以个人的名义提供给参与搜索的每个人每天25元美元补助。那如果呢，有人可以带回哈里斯的尸首，那真的是一件实质意义上的善事啊。卢卡斯先生说完就站了下去。现在的时间就交给调查员们。现在在场的调查员有昌浩、然后还有斯科特，然后还有米勒，还有大 B。你们4个人站在附近，你们可以开始讨论。这个时候，你们看到卢卡斯先生仓促之下已经离开了警察局的现场。那詹金斯警长走过来，指着你们说：“那目前看起来，就你们4个人一组。”然后就在詹金斯警长分组的同时，你们看到一位女性，女仆打扮的女性，匆匆忙忙的闯进了警局。我是安妮。我是一个卢卡斯，就是底下的那个家里的女仆。我也想要跟大家一起找小姐。这位小姐，你来的时间好像有点晚了，我们刚刚才说明完整个情况。这个豪宅里面要打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现在才赶得过来。那样看能怎么帮忙，我就跟大家一起就好了。小姐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也想要去找她。詹金斯警长听了沉吟了一会儿，好吧，不然你就跟在场的这4位一组好了。我们现在现场除了你们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成员。你们5人一组，跟其他的小队从不同的路线去包抄，从森林的各个角度，我们慢慢缩小范围网，让那些混蛋无路可逃。你们几位会从森林的西南边往东北方进行收网。我这边给你们地图，你们可以看看。好，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点，我们搜索队准时会在正午的12点于各自负责的方位出发。到时候我会带你们一起到集合的地方。那各位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先在贝宁顿的大街上面准备需要的补给品。贝宁顿大街有这些地方是比较值得去的。大家好，我是昌浩。这一次打算要共同小组，以后也请多多指教。好，那我是斯科特，我是一名法官。你是一名法官，法官来这个，因为我本人是原住民，所以我对在森林里面，包括追击
或者那个隐秘行动这方面也是我的一部分专长，所以我觉得可以来这边就是来协助寻找富豪女人。哦，对，有法官大人应该就没问题的了。就犯了3件荒废事情。是的，我一定要绳之以法。好，那我是亚历山大米勒，然后本身就是赏金猎人。对，好，那这位是大 B， 可以叫 B 哥。第一个一个好，一个对，叫他不错。就这样啦，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也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就有钱人嘛，有什么好职业？那有钱人为什么会想来这里冒这个险？好玩呢、看人家，喜欢看一下我喜欢看人家痛苦的样子，然后在那挣扎，然后或者在找人啊，反正互相喜欢就对了。原来 B 哥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对，没错。账号是你说你是什么职业？我本身是四处打听的让人，让人。简单讲就是无价有威的。所以说，那这样这个来山上的话，那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技能，就是可以就是大家一起贡献这样子？我个人曾经学过，大家看得懂。我身为华人，曾经学过一点武功，比如 Chinese Kung Fu。对，所以如果遇到绑匪的话，你有办法就是跟他们肉搏这样子。7步之内唯我无敌。那如果有人，你就去先上大 B， 你想试试看吗？你可以，不用，以后等下就交给你了。你可以先在那个大街打一套你的拳法。对对对，汪姐，你安妮吗？对，我是安妮。安妮为什么会来这里？我一直就在那个卢卡斯先生对底下，就是我是家里面的女主啊，从小就跟小姐在一起的。可是这上山涉水去找人不容易啊。我很害怕啊，可是小姐真的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从以前就一直服侍她。那希望你可以跟在我们后面，因为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一定照顾人。我会一点那个小小的急救啦。哦，他会急救。对。哦。然后可能我也可以，就是如果大家衣服破了还是什么的，我也可以做一点，就是默认沟通这样。对。好。那我们现在的话你们要想要去街道吗？还是要去哪里？提示你们一下哈，现在警长还在现场，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想要问警长的细节，你们也可以问。可以请问警长，犯人的火力如何？犯人的火力非常的凶猛，他们拿的有散弹枪，他们也有拿步枪。那犯人你说大概有几人啊？犯人连同哈里斯在内，一共3个人。我这里有他们的照片，我看看。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如各位所见，中间这一位就是哈里斯，左边这一位蓄着胡子的叫做克雷顿，另外右边这一位叫做多布斯。他们3个一直都是我们镇上臭名昭彰的小混混，平日没事啊，就是喝酒啊，然后搞事。但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一次会把脑筋动到施壮先生的身上啊。我想知道一下千金到底长怎么样？你看起来是外地人哈，其他人应该也有一些外地人，看起来只有斯克勒先生还有安妮小姐，你们2个是本地人吗？不是，我一直都在小姐身旁啊。这是施壮先生提供的，提供你们照片比较能够方便你们认出他。哎呦，哦，这位是简小姐，我肯定就。肤浅的男人，你也是男人。不是肤浅。这是小姐没错，对，这是小姐没请问那个错。是几岁的时候？这就我跟小姐年纪差不多，我们都差不多20岁，20岁差不多17、18岁的时候。小姐长这样，看来是凶多吉少啊。你们是亚洲人。您这个发言是有点不妥啊，还好现在施壮先生已经离开了。真是的，根本就这样子。这没事，你是对华人有意见吗？小姐认识犯人吗？小姐不认识犯人，不认识犯人。据我们所知啊，小姐是不认识犯人的。看那个嘞，不好认识犯人吗？有过节吗？应该这样讲，我们这个镇上呢，多多少少都知道这3人组的事情，或多或少都有耳闻过。然后就是我们的地头蛇、地痞流氓，但是彼此之间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的。小姐是什么时候被绑走的？小姐于1个礼拜以前就被绑走了。她大概是6月13号左右被绑走。那她是在什么场合被绑走的呢？有的时候，施壮先生会请小姐帮他准备一些餐点到镇上来，要送到工作的地方。以施壮先生如各位所知，他是经营我们自来水公司，他在森林里面有一处水库，那很多工人在里面修筑。那平常为了搞好呢跟工人的关系，
施壮先生有的时候会请简小姐带着一些餐点搭车前往森林里面去送餐。你说施壮跟卢卡斯先生姓施壮，所以施壮就是卢卡斯。对，那简小姐的全名叫做简施壮，小姐叫做简施壮。那在车子进入森林左右还不到多久就被他们打劫了，因为他们持的火力很凶猛。我们司机也是情非得已啊，没有办法跟他们硬式抵抗，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小姐带走。就是没用废物。其实每次小姐要去送餐，我都好担心哦。到那个可怕的森林里面，小姐她送的那个餐是你做的吗？我是会负责就是住宅里面的一些烹饪啊什么的，但不一定每次都是我做的，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其他女仆，大家会一起分工进行的。所以她那天送的餐不是你做的？对，不是。各位不好意思，得打断你们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给各位去张罗那你们如果没有什么其他还要问我的，那我就要先走了。那你们只要记得在2个小时以内先到我们警局，我会带各位过去。我想要先去拿25元的补助。好，那你可以到我们讲台前面，你看左手边有一位，这位就是施壮先生他的助手，你可以去直接找他拿补助。那我们都去吧，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那我们就跟着康浩一起走吧。大家跟我一起走吧。好，那你们一行人一起走到施壮先生的助手那里，那施壮先生一个人就给你们25块美金。25美金呢？是的，这么多。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该买个枪啊？我觉得需要，我们派一个人去帮忙。这里有3个地点，你们可以自己决定。我觉得应该说有人对比较了解，对那个什么阅读比较有能力一点的吗？图书馆检定，我去枪械。你去枪械，所以反正是我的本行，我一定要去枪械店。我也可以去一般的街道。我也去街道，所以去枪械店的有大 B 跟米勒。大 B 跟我们走。好，你们去枪械店。那斯科特呢？你要去哪里？法官去图书馆。我图书馆使用什么？你去研究一下你的读法。没有关系，就是你去图书馆。我去图书馆的话，你如果说图书馆的技能高，是可以找到更多的资讯，但不会说都找不到。好，那我去图书馆。我们2个去街道。好，你们2个去街道。那你们之间敏捷值谁最高？敏捷。我敏捷60，我45，我70，我60。所以你先，斯科特先。那我们先到图书馆的剧情。